大家好，我是 Klaus。就在这2天，在云南的昆明发生了一起让全国人民关注的事件。一男子在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劫持人质，官方通告造成了1死7伤。该男子在最后挟持一名人质的时候，被远程狙击手击毙。中国的新闻报道都是正能量，赞美狙击手，赞美记者，赞美人质，赞美警察，还顺便骂一下美国。可是没有人关注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没有人讨论如何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只是一句嫌犯报复社会就一带而过。可为什么嫌犯会报复社会呢？嫌犯有什么样的诉求呢？这些根本的问题都被忽略了，把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个发人深省的悲剧写成了正能量的报道。可这正能量有了，问题还在。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正能量，还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呢？一直以来，中国喜欢批评美国的枪械暴力，但其实虽然中国禁止人民拥有枪支，但是在中国发生的公共暴力事件并不少。如果说在规模上可能小于美国枪击案，但是在发生的频率上绝对可以甩美国几条街。去年7月，贵州公车司机带一车人冲入水库，造成21人死亡，16人受伤。2018年4月，在陕西米脂县第3中学，一男子持匕首袭击学生，造成9名学生死亡，10名受伤。2013年，厦门一市民在公车纵火，造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2010年，福建南平小学持刀杀人事件，造成8死5伤。2008年，上海杨家袭警案，一人持刀杀害上海6名警员。2001年，发生在河北石家庄的特大爆炸案，一夜之间炸死108人。由于生命是有限的，而这个列表却是无限的，我们就举这些例子吧。如果认真统计下来，这种公共恐怖暴力事件每个月都有，甚至一个月发生多起。2018年6月28日，上海发生刀砍男童事件，造成2名男童去世，1名男童和1名女性受伤。根据当时的报道称，原文，这是6月份中国发生的第4起针对无辜平民的滥杀事件。从这个报道可见一斑。上面我们提到的嫌犯，除了当场死亡的，事后都判处了死刑。可是死刑为他们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但却没有为类似的事件画上句号。每个案件都有夸赞警察，都有批判罪犯，却没有人讲这些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人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他们为什么要报复社会，他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公，他们到底有怎么样的诉求，这些我们都没有在报道上面看到。就拿最近的这一起昆明的事件来看，该挟持人质的男子要求见记者，记者走上前去与其交谈，但是在谈论期间，该男子被击毙。既然是要见记者，那就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不过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可能他没有说完，就算说完了，媒体也不敢报。好在现在是网络时代，人人都有手机，路人保留了该男子生命最后时刻的呐喊。他拿着喇叭对着群众喊出了自己的遭遇，从小看见母亲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然后就是因为自己吸过毒，虽然已经戒毒10几年了，但是社会却因此不给他任何一点出路。他本来是想杀警察，他说中国的贪官污吏，他们大肆的贪污钱。他在最后又说自己已经不在乎生死，因为中国人的生命就像蝼蚁一样。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的诉求，但是从这些话里，我们大体能知道他报复社会的原因是来自社会的不公平和压迫。如果这些人能有地方说理，能有途径表达诉求的话，那么我想这些悲剧都可以避免。但是中国却没有。中国名义上有信访制度，但其实这只是个幌子，让反革命分子自投罗网而已。最近这2天曝光出来的一个信访局局长的录音，恰恰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该局长告诫手下，对于老弱病残孕，不要不敢打，要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信访局本来的职责就应该是站在人民的一边，来处理政府的失职。但是从这个信访局局长的讲话也就看出来了，信访部门终究还是属于政府的维稳机构，是政府的打手。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可以逼好人变坏。报复社会归根结底
是因社会不公所造成的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在遭遇长时间的司法无助之后的无奈之举。政治和经济体制决定了国家的前途。2012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教授合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提出了包容性体制与榨取性体制这对概念。包容性体制意味着在国家威权的保证下，私人产权得到尊重，市场运行良好并向社会开放，人们享受法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反映在政治领域，则是公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并在权力制衡基础上建立有制度性问责的政府。根据书中的描述，中国的模式更接近于榨取性体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牺牲了政治上的民主包容和经济上对劳动者的榨取。根据书中的观点，榨取性体制在短时间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保证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长期来看不可能保证持久的经济激励。更严重的是，它缺乏政治合法性，所以必然会导致崩溃，即国家的失败。而中国当下的民怨上升，舆论气弥漫，实际上是榨取性的中国经济发展投射与支持政治恶性循环的必然反应。这种从政治体制反映到公众暴力，还会反作用回体制当中，那就是维稳费用的不断升高。维稳费用的升高又会再来导致体制加强榨取，这样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直到这种榨取性体制的崩溃。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从中国 B 站年轻 UP 主莫茶饿死的事件，分析了中国社会扭曲的价值观。网友 AYWALYY1 说，据莫茶出租屋旁边邻居说，见过莫茶本人，很瘦，180，鼻子动过手术，如果胖一点应该很漂亮。莫茶本人外貌和莫茶声音一样，是一个温柔阳光漂亮的大男孩。网友星街优子说，在中国连死法都要被党管，真的是太凄凉了。网友溜了回复说，生的计划，死的随机。网友 Max 评论说，一个莫茶倒下了，千千万万个莫茶正准备倒下，还有千千万万个已经倒下而不被知道的莫茶，但又能怎么样呢？这些负能量无损党永远的伟光正。网友 Sammy Wang 评论说，梵高一生贫苦交加，死后画作卖出天价，对他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莫茶也一样，死后的关注对于他悲惨的一生没有什么帮助。网友吃回复说，不同的是梵高死后没人抹黑他。网友王子佑说，一个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国家，竟然怕人民说真话，竟然怕人民知道真相。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